这节课呢，我要给大家讲一讲双曲线的几何性质啊。这是焦点在 x 轴的双曲线，它的标准方程以及它的图。标准方程，这是焦点在 y 轴的双曲线标准方程和它的图。那么我们研究几何性质都研究哪些东西呢？大家往下看，我们要研究一下它的范围、对称轴、顶点的坐标啊，还有离心率等。好，我们回到这儿啊，以焦点在 x 轴的椭圆为例，双曲线它是开放式的曲线，它呢焦点在 x 轴的时候，双曲线只和 x 轴有两个交点，我说的是这个交啊，一个是点 A1，一个是点 A2。那么 A1、A2 是双曲线和坐标轴的交点，我们把它叫做顶点。它和 y 轴没有交点，所以双曲线的顶点只有两个。好，那我们根据这个方程 x 方比上 a 方减去 y 方比 b 方是等于1的。x 轴上的点 y 是0，因为 F1 的坐标我们自然是知道的，负西斗0，西斗0。那么这两个顶点的坐标呢 ？x 轴上的点 y 是0，y 是0，这项就没有了。x 方比 a 方等于1，x 方就等于 a 方 ，x 等于正负 a， 所以 a1 的坐标就是负 a 斗0，a2 的坐标就是 a 斗0。因为 a 本身是正的，所以顶点我们知道了，顶点的坐标我们也求完了。那么什么叫范围呢？好，我经过点 A 做双曲线的切线，或者说做 x 轴的垂线，或者说做 y 轴的平行线。总之呢，双曲线和这条直线和 x 等于 a 这条线，还有 x 等于负 a 这条线，它们都是相切的，切点是 A2 和 A1。所以我在双曲线上随便的找一点 P， 它的坐标是 x0，y0。由于它是无限延伸的，所以 y0 呢，它就可以一直大下去，一直小下去。x0 呢，就算你点 P 落在 A2 处，你的 x0 不过是等于这个 a 的，你只要不落在 A2 处，落在这个右分值的其他位置，那么它一定是大于 a 的。所以横坐标的范围是这样的，纵坐标的范围是属于 r 的。那如果是左分值上的点呢？这样的点 P 落在 A1 处，它是等于负 a 的。只要没落在 A1 处，落在其他位置，它的横坐标就都比负 a 小，所以或 x0 是小于等于负 a 的，这个就是它的范围。好，我们再看一下范围，我们知道了，对称轴、坐标轴都是它的对称轴，顶点的坐标我们已经求完了，然后我再说一说离心率。椭圆是有离心率的，双曲线呢，它也有离心率。双曲线的离心率像椭圆的离心率一样，它依然用字母 E 来表示。椭圆的离心率呢是焦距和长轴的比值，那么双曲线的离心率啊，它是依然是焦距和谁的比值呢？这里边我要说一下啊，这里边没有实轴和虚轴，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双曲线和 x 轴啊相交了，这是顶点 A1， 顶点 A2， 我们把 A1、A2 这个线段叫做实轴，实轴的长就是 A1、A2 线段的长度。刚才我们已经得到了它的坐标是 a 斗0，负 a 斗0 ，a 个单位 a 个单位，所以实轴的长是 2a。
我这个双曲线并没有和 y 轴相交，但是方程不是 x 方比 a 方减去 y 方比 b 方等于1吗？我依然令 x 等于0，这项没有了，负号忽略不看。y 方比 b 方等于1，y 方是等于 b 方的 ，y 是等于正负 b 的。那么这个 b1 的坐标就是0逗负 b，b2 的坐标就是0逗 b。为什么负号忽略不看呢？是因为我这个双曲线我没有和 y 轴相交啊，这两个点它是不满足双曲线的方程的呀。所以当我不考虑负号的时候，我得到的 y 等于正负 b， 把0逗 b 也标上了，0逗负 b 也标上了。所以呢 ，b1、b2 它并不是双曲线和 y 轴的真正的交点。我说的交点是这个交啊，相交的点。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虚轴。那虚轴的长呢？虚轴的长就是 b1、b2， 显然它是2b。那 a 呢，就是实半轴的长 ，b 呢，它就是虚半轴的长所以实轴和虚轴我们也已经知道了。实轴和虚轴我们知道了，实轴的长和虚轴的长我们也知道了。实半轴的长和虚半轴的长我们也知道了它是在下一页，在这儿你看 ，A1、A2 叫做双曲线的实轴，它的长是2a。现在 B1、B2 叫做虚轴，它的长是2b， 然后 A 叫做双曲线的实半轴的长 ，B 是双曲线的虚半轴的长。好，接下来我们还回到刚才我说到求离心率。离心率等于什么呢？在椭圆当中，离心率是 e， 在双曲线当中，离心率也用实数 e 来表示，字母 e 来表示。椭圆的离心率是焦距和长轴的比值，双曲线的离心率是焦距和实轴的比值，也是 c 比 a， 它也是 c 比 a。但是呢，在椭圆当中 ，a 老大。a 大 c 小，它是个真分数，本身字母都是正数，所以它是小于1而且大于0的。e 是大于0小于1的，在双曲线当中则不然，双曲线当中 c 老大 ，c 比 a 大，所以它是大于1的，它们都是正数，分子大分母小，所以它是大于1的。那么它的离心率还可以表达成什么呢？ c 比 a 它就等于 c 方比 a 方根号下，在双曲线当中 c 老大 c 方是等于 a 方加 b 方的，它除以 a 方，所以它就等于根号下 a 方分之 a 方就是1加上 a 方分之 b 方，那么我们再把它补上，它等于根号下1加上 a 方分之 b 方。它的范围是大于1的，这是离心率。好，这里边呢和椭圆不同的是，它还有一个叫做渐进线，这是椭圆所没有的。我要给大家讲一讲渐进线。渐进线，顾名思义，慢慢的向它逼近，永远不能到达。向谁逼近，永远不能到达呢？首先我建立直角坐标系，我们回到之前，这样的两条直线对我画双曲线起了一个制约的作用。那么这两条直线是什么呀？它怎么来的呀？双曲线标准方程是它和 x 轴有一个顶点相交，有一个顶点是 A1， 它呢这儿有一个顶点是 A2。那么我令 x 等于0的时候我把 B2 和 B1 也标出来了。B2 的坐标是0逗 B，B
B1 的坐标呢，它是0逗负 B。点 A 的坐标是负 A 逗0，点 A2 的坐标是 A 逗0。我经过 B2 做 x 轴的平行线，经过 B1 做 x 轴的平行线，经过 A2 做 x 轴的垂线，经过 A1 做 x 轴的垂线。所以我就得到这样一个矩形。那么连接对角线，如果我画的足够精准，我这2条对角线都是经过坐标原点的。这样的两条直线，我们就把它叫做渐近线啊，我们就把它叫做渐近线。我在画双曲线的时候，我和 x 轴相交的这个点在这儿，那么我画双曲线的时候，我就无限的跟这条直线逼近，但永远不能到达，永远和它靠近，但是不能到达，所以我不能往里扣啊，永远的跟它靠近。所以呢，画双曲线并不是说你一抬手你就随便的做一个无章无法随便的做一个，不是，你是无限的跟它靠近，但是不能到达的。所以双曲线的2个分支一定是夹在这样2条直线的一个区域里，这种地方双曲线是不能够出现的。所以这2条直线叫做渐近线。那么渐近线它是穿过坐标原点的直线，是正比例函数型，它是 y 等于 kx 型。k 是谁呢？这个是它的倾斜角，倾斜角的正切值是斜率呀，它是等于弹进它 a 的。那么它是直角，这是直角三角形，这是实半轴 a， 这是虚半轴 b。在这个 RT 三角形当中，弹进它 a 是对比邻，它是 b 比 a， 也就是 a 分之 b。所以这一条渐近线的方程显然是 y 等于 a 分之 bx。那么这条渐近线呢？你看，这是不是它的倾斜角？这2条直线是关于 y 轴对称的，所以把阿尔法这角拿过来放在这儿，正好凑成180，也就是这条直线的倾斜角和阿尔法是互补的。我们知道互补的2个角中边关于 y 轴对称，它们的正切值呢，大家都学过，正切线是有向线段 AT， 一个是朝上的，一个是朝下的，它俩一样长，一上一下是相反数，所以呢，它们的斜率就是一对互异相反数，它就等于负的 a 分之 bx， 这是它的另一条渐近线。那么焦点在 y 轴的也一样一样的方法去求渐近线。我给大家求一下。焦点在 y 轴上的时候是 y 方比 a 方减去 x 方比 b 方等于0，那么它的顶点的坐标 y 轴上的点 x 取0 x 1取0这一项没有了， y 方除以 a 方等于1， y 方等于 a 方， y 等于正负 a， 所以它的坐标是0逗 a， 它的坐标是0逗负 a。令 y 等于0这项没有了，负号忽略不看。y 方比 b 方等于1， y 方等于 x 方比 b 方等于1， x 方等于 b 方， x 等于正负 b， 负 b 逗0我标在这儿， b 逗0我标在这儿。它并不是双曲线上的点，所以这2对坐标是不满足双曲线方程的，它是差了一个负号嘛。所以这是实轴，这是虚轴，然后经过实轴的2个顶点经过虚轴的2个端点，分别做坐标轴的垂线或者平行线，我也得到一个矩形，它的对角线，它的对角线。那么这个时候，这2条直线就是渐近线。那我要求它的方程，由于是穿过坐标原点的，所以它的方程是正比例函数型，这个是阿尔法，它等于弹进的阿尔法，也就是它的斜率 kx。
那么这个探针的阿尔法，这是直角三角形，这是丝半轴 A， 虚半轴 B， 此时此刻斜率等于探针的阿尔法等于对比邻，所以它是 B 分之 AX。那显然呢，这一条渐近线就是负的 B 分之 AX。所以两条渐近线的方程啊，交点所在的轴不一样，它们的渐近线方程也不一样，一个是正负 A 分之 B， 一个是正负 B 分之 A， 这就是渐近线。好了，这节课呢，我给大家把几何性质都讲完了。我们都讲了哪些东西呢？我们看一看啊。首先，在这个方程这个图大家要记住，然后我们讲了范围，讲了对称轴、对称中心、顶点的坐标、渐近线的方程，讲了离心率，离心率的另一个式子大家要知道。然后呢，我们又给大家讲了实轴、虚轴、实半轴、虚半轴，实轴的长和虚轴的长。下边的这句话大家要记住，它的焦点永远在实轴上，啊，所以以 x 方 y 方的系数的正负论焦点的位置，谁开头谁的系数是正的，焦点就在哪个轴 ，a 方永远在前。这在之前我们也给大家说过。好，这是几何性质。下面呢，我们要看一道题。